女人只是摸了下主子的脸，就被男人随手解决。她千不该万不该幻化成赤帝战神的模样，以此来取悦主上。赤帝乃是荣浩敬爱的师傅，3万年前在大战中陨落，他的肉身保留在海市，留存的一缕元神在人间历尽劫难，而小兰花却意外将留存元神的命部取走。根据种种线索发现，小兰花的身份不简单。为了一探究竟，他找到小兰花，想让他看下这株枯萎的植物是否有救。小兰花弱小的法力竟将植物复活，这更加证实了荣浩的猜测。纵观古今3界，唯有一人拥有复活术与净化碎气之神技，那就是上古西山神女。仙考中，小花仙收服了妖兽，却被同门师姐围攻。他们殊不知小兰花身旁竟有2个隐身强者正暗地保护她。小兰花表示这小妖兽是自己先发现的，支持我要。可蛮横的师姐为了通过仙考，根本不把法力低微的小兰花放在眼里。师姐让她识趣的话就快点滚，但小兰花面对众师姐的威胁，竟直接反抗。我不干！她告诉师姐，平时怎么欺负她都行，唯独这次不行，她要通过仙考进入涌泉宫报答长恒仙君。小兰花一提长恒，师姐当场暴走，只因长恒仙君是众仙女们的梦中情仙，她施法就要教训小兰花，结果法术竟被原路反弹。然后师姐卑鄙的叫上众仙女，对小兰花出手，一顿花手过后，法术齐齐的射向小兰花，她下意识的伸出手阻挡，下一秒众仙女均被反弹的人仰马翻。小兰花身后隐身的强者正是月尊大强子，他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手，一旁的小妖兽也出来狗仗人势。最终师姐放了一句狠话后离开。大强子之所以暗地里保护小兰花，是为了让她快点恢复透支的身体，然后给她修复命脉。谁知这颗小兰花真难养，昨天大强子又是给她做饭，又是亲自接招露水给她喝，还带她看第一缕朝阳。可这小兰花整日哭哭啼啼，始终恢复不到最佳状态。于是大强子为了让她开心，决定帮小兰花通过她心心念念的仙考。他隐身来到场地，为了不引人怀疑，让商榷撸来一只最弱小的妖兽，放在小兰花经过的草地，只要率先抓住妖兽，通过仙考并不是什么难事。但这个蠢笨小兰花眼高手低的，完全没看到小妖兽，直接从身旁走过。大强子和商榷大眼瞪小眼，简直无语了。于是又把小妖兽放在他眼前一棵树干上，这次终于发现了。他小心翼翼地拿出收妖丹，小妖兽却一溜烟跑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陌生女人闯入仙考现场，手中现出一股黑气。她先把考试现场的摄像头遮住，然后又画出一团黑气，径直打入小妖兽体内。女人是流芳阁的人，小兰花那天拿走命度，坏了阁主的大事。趁仙考之际，准备除掉小兰花。小妖兽瞬间两眼通红，随后身体变大几10倍。小兰花赶忙逃跑，妖兽在后面狂追，幸好商榷及时赶到把妖兽逼退。然而妖兽又盯上了其他仙考中的仙女，师姐施法阻挡，却也是螳臂挡车。小兰花出现救了她一命，然后让大家躲到前面的树洞。妖兽还是穷追不舍，仙女们在树洞里瑟瑟发抖。这时监考的上仙发现了不对，紧急赶往现场。受惊的小兰花松开手一看，竟然是大强子。就是这个畜生烧的。说完霸道的大强子换出灵剑就要斩杀这妖兽，这时小兰花却把他推开。大强子一脸懵逼，刚才这妖兽可是要扑倒他。小兰花把他的灵剑当成破烂扔在一边，让大强子不要伤害他。女人的心思真是琢磨不透。善良的小兰花施法给妖兽疗起伤，原来这妖兽刚刚还是个温顺的小可爱。一个黑衣女子将一团黑气打入小妖兽体内，小妖兽瞬间变得凶狠至极，体型放大几10倍。小兰花和众仙女躲到树洞瑟瑟发抖，法力最弱的小兰花却挺身而出，给众仙女赢得时间回去禀报仙尊。还好大强子救下她。妖兽在小兰花的救治下排出一团黑气。就在这时，黑衣女子出现在他们身后，大强子第一时间察觉到，头也不回地向女子射出一团自带 IP 的业火。不一会上仙们赶来，大强子赶忙闪身离开。仙尊询问小兰花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小兰花支支吾吾，隐瞒了大强子的存在。仙尊看他吞吞吐吐，还想逼问他什么，还好长恒帮小兰花说起了。我看他不是想隐瞒什么，只是吓坏了而已。荣浩仙君看向长恒有些惊讶，他说完眼神不断闪躲。长恒战神对这个小兰花有点不一般。这时他们发现了那团黑气，已经绝迹数十万年的碎气，怎么会出现在仙界？于是他们怀疑水云天有丝桃的罪仙。回去之后，仙尊立即封锁整个水云天。小兰花经过此事得到传输，自然而然地成为这次仙考的魁首。但转眼一想，他隐瞒了大强的存在，如今封锁水云天，大强可能会暴怒，那团碎气肯定是大强所为。于是小兰花找到大强，质问他碎气是不是他搞的鬼。大强却不屑一顾，他要是起了杀心，根本不需要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但是小兰花还是认为是他搞的鬼，因为仙考现场除了他没有别人。说完拉着大强就去自首，还没等大强拒绝，他额头的西兰圣印一闪，乖乖的被小兰花拉了出去。商却让大强赶紧解释一下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虽然他极不情愿，但还是放下身段向小兰花解释一番。小兰花听后明白了，仙考中都是大强在背后帮助他。随后咒印和误会解除，但小兰花还是闷闷不乐。本以为靠自己仙法精进获得的第一名，现在看来属于作弊才会夺得魁首。于是他决定明天让长恒仙君取消自己仙考成绩。隔天小兰花找到长恒，让他取消自己的成绩。可长恒不但没取消，因他的至纯至善，反而送他一颗流萤石。可这一切却被爱慕长恒的仙子看到。在小兰花回去路上，流萤石却被仙子施法调包，殊不知就是这个萤石让他丢了性命。但因发现他包包里的异样，抢过去打开一看，竟是长恒的信物。两人争抢着萤石吵得不可开交，居然闹到了云中阁。长恒说他是偷窃的萤石，可仙子一口咬定是长恒赠送信物，结果被判剥去仙骨，打入神水牢狱。云中君以此警告长恒要恪守天规，而那位仙子如若承认偷窃，顶多是降低仙职。可现在长恒为了保护小兰花，不得不将他从涌泉宫辞退。500年前两人就曾有夙愿，长恒知道云中君的狠手段，将小兰花所有关于他的记忆抹除。现在他又是狠心的将小兰花的名字抹掉。次日，小兰花兴高采烈的来查看进入涌泉宫的名单，却垂头丧气的离开了这里。回到司命殿的他嚎啕大哭，清仓便带他来到云中阁，正好听到两人的谈话。我涌泉宫内怎会收一个
你最差的仙影都不如的卑贱竟然。此时无法想象小兰花的内心有多凄凉。回去后的她每日活在痛苦中，带动的清仓内心也很难受。这时长恒来此搜查碎气之事，清仓想要动手以解心中闷气，却被小兰花阻止，抱着她掉下司命殿高台。胆小的女孩不再害怕，她竟有了一丝寻死的念头。两人掉入神水池中，她打破了清仓设置的保护罩，身体缓缓下沉，用最后的一丝意识向清仓挥手告别。两人的命运牵连一起，清仓怎会置之不理？他快速游向小兰花的身体，将氧气传输过去。恢复意识的小兰花睁开双眼，见到此景，她迅速挣脱开氧气供应，却被清仓霸气地拽了回来。殊不知这一吻打开了清仓的某种心结，师父为了能让他成为绝世强者，从小就剥离了他体内的七情六欲的情感，在他心海是一片的冰冷寒冬。可现在枯萎3万年的树干上生出了嫩叶。